接下来呢，给大家讲一下啊，我们常用的啊，这个嫩枝和老枝的区别啊，嫩枝和老枝的区别。嫩枝啊，其实也就两种出法啦，无非是你看，它都是从上面往下面走的。首先我沾点色，铜黄加上我们的三绿，铜黄加三绿，笔呢蘸一点我们的胭脂啊。它无非就是两种画法。第一，你看从左到右的，其实就是把笔尖手用这个手这样支撑着啊。你看，先点一点，点一点点，然后呢，慢慢的，你看，轻轻的滑下来，哎，啊，这个不用太长，轻轻的滑下来就可以了，轻轻的滑下来，这是朝这边弯的，有点弧度。这个呢也是一样，你看，先给它折一下啊，你看折进来，哎，然后怎么办？哎，慢慢的笔尖朝一边弯，啊，弯进来，这就是我们叶梗的啊，这个嫩枝的画法。嫩枝的画法，一般嫩枝的底部可以干嘛？点出叶梗啊，点一下就可以出叶梗了。你看点完之后，应当在两边补点小芽，补一点小小的芽啊。叶梗的用笔就是毛笔侧过来啊，侧过来点，用笔尖点一点，你看，就是笔尖，你看，这都是笔尖啊，都是笔尖。你不要把笔这样按下去，粗的不得了啊！就这样的，你看笔尖一点点。然后看一下我们的老干的画法啊，老枝干。老枝干呢，我们采用的是墨就浓墨了啊，比较简单的这个枝干。你可以打点底色啊，这种花青啊，什么底色都可以，打一点点淡淡的底色。然后笔尖蘸的是什么？浓浓的墨。然后拿出一张纸巾啊，拿出一张纸巾，吸干，把笔肚子的水分都吸干，然后把这个笔尖戳在纸巾上戳一戳，戳到它比较干。你有张试色纸吗？你可以试一试。好，就这个感觉啊，比较干了就对了啊。然后用手把这个风给它散开，啊，散开。比如说你的这个枝干需要画，哎，这种折着的一个角度，好，把这个笔尖的大小按成你需要的大小。啊，你看它的用笔方向，哎，箭头往哪走？往这一边走。你看啊，手一样顶住它啊，顶住它。然后你看啊，毛笔侧一点，不要倒下啊，稍微立一点点。你看啊，点按，你看慢慢的往后拉，一，停顿，二啊，你看转折一下，一个老枝干就有了啊。画好之后，你可以有些地方你看添的重一点，你看去添一添。啊，你喜欢的话你可以添一下也没事啊，你看。所以还是比较简单的这个画法啊，添一下一个老干。这些地方呢，你看也是一样，从上到下的画，你看笔尖立一点，小的哎，慢慢的加粗，慢慢的按下去，一，你看，停，对吧？这样一个比较老的枝干就有了。注意，你看添一下，哎，对吧？一个老的枝干就出现了。继续的啊，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毛笔干着，像这个方向呢是从里到外的走啊，里到外，你看笔尖立起来啊，立起来，点一下停，两下折过来，三下往上啊，添一添。然后呢，你觉得这个地方有弧度不漂亮了啊？你看，就边边你看去扫一扫，用比较干的墨呀，不要湿的啊，湿的不漂亮，老枝干就出来了。所以说当你找对位置之后呀，你就先拿一个铅笔啊，你给它，你看先折，你看比如说折成什么样子啊，先折好，哎，比如说折成这样子，然后呢用这个地方你看，哎，一二，哎哎啊哎哎，对不对？老干是不是马上就出来了？所以说你想折成什么样，用一个小铅笔啊，你把它画出来，因为大家有很多构图可以去临摹呀，拿个铅笔给它先画一画，画完之后呢，把它这样折出来。好，笔尖呢蘸点浓墨啊，咱们搁这儿点一下啊，你看旁边给它点点这种干干的感觉，这个枝干呢会更漂亮啊，点一点，点成干干的枝干会比较漂亮。刚才已经讲过了啊，我们这个叶梗对吧？花梗、花心儿对不对？正对下来的位置就是我们的花梗啊。那你看，很多人他说老师我画不好，那我们能不能先用铅笔？你看，轻轻的啊，你看走一个，哎。
短一点的小枝干，对不对？你看老枝干给它布置一下，哎，我觉得这样会比较漂亮，或者我觉得这样子啊会先折下来啊，你看，对吧？这样的一个老枝干，我觉得还比较漂亮，对吧？先给它比一比啊，这个枝干这里，好，对吧？用铅笔先比划一个啊，然后呢，我们再去画，因为在你目前来说还是画不好的情况下呀，咱们一定要有足够的把握，把每一张作品都出到漂亮啊，把每一张作品都要出到漂亮。好，笔蘸一下我们的藤黄，蘸一下三绿，刮干刮干，笔尖呢蘸点胭脂。如果你害怕卡纸上会吸水太强，它会晕开，哎，像我这样吸一下，然后把这个梗啊调成你想要的这个粗度啊，哎，把这个笔捻开，然后呢调成你要的这个角度，你看顺着铅笔，你看先点一下给它分一分，然后呢，哎，按下来，哎，轻轻的拖过来，是不是这样就不会画坏了，对不对？稍微有点波动是非常正常的，这样这个梗是不是就画不坏啦？你看，哪怕你需要补一补，你看啊，你看旁边，你看用胭脂给它加深一点，对吧？都可以，都没关系啊，都没关系。然后呢，我们加一些老干，老干刚才也教过，老干我们用墨画啊，用墨去画，对吧？你看这个干墨啊，来一点特别干的情况下，啊，尽量不要湿啊，你尽量不要太湿。然后我们开始一段一段的去折，因为咱们现在不是有这个有印子嘛，对不对？你看，你顺着它点一下，按1、2、3、4、5，对吧？是不是比较老的枝干就出来了？你看，点一点，你看不行就像我这样，哎，擦一擦，对吧？都可以擦一擦。比较干的情况下，我们再朝这个地方，你看啊，再出一个枝干，点1、2、3、4、5、6啊，你看出来一个老干。为了让你的作品呢有点变化啊，你看旁边这里可以再出一个干，哎，点，对吧？就这个老干啊，去擦一擦就擦出来了。旁边呢可以看添一点点啊，你看添一下，都可以的啊，添一下。添一下老干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我们整个枝干就画好了。好，补一下啊。如果你需要里边再沧桑一点呢，没关系，用水把它吸干，特别干的情况下，对吧？把笔你看捻成一个侧锋状态，然后你看去描一下这个边边上，你看它就会很干呢，会特别特别干，对不对？你看，你看用小笔尖，你看去走一走。对吧？去走一走，它会很干很干啊！你看，这个老干这里，你看我们朝这个地方再走一下，你看，是不是比较简单，对吧？一个比较老的枝干就有厚度的枝干就出来了，扫一扫啊，扫一扫。那基本上呢，我们把这些老干画好以后，哎，可以准备画一些嫩枝啊。我们去加上嫩枝以后。哎，就可以准备加叶子了啊！看一下嫩枝，因为嫩枝是从老干上面去长的。好，蘸一下我们的花青，蘸一下胭脂。好，我觉得这个地方你看啊，哎，点可以出来一个嫩枝啊，嫩枝给它分一下，1、2长一点啊，分一个嫩枝出来。再来啊，再来。好，这个地方咱们也能出个嫩枝，你看这，哎，点出去，点出去，对吧？分几个小嫩枝啊，分几个小嫩枝。如果呢，咱们觉得这个枝干它单调了啊，你看，那么可以从这个地方呀再长一个枝干，你看，长它这儿去啊，往上长，那就没有，你看横过来，哎，到这个地方下来，就没这么单调了。你看这个地方过去，过到这儿去。对吧？这样整体的，你看内容就出来了。好，我们从里边这也可以再出来一个小干，这样呢，整一个布局就不是很单调，就不太单调了，就不单调。
然后呢，我们看一下叶子啊，叶子的画法。叶子我是直接蘸的啊，蘸的花青啊，蘸的花青比较多啊，铜黄打过底色，蘸花青，笔尖蘸点墨水。你看顺着它开始画，点一片、2片，从里边穿出来。有些不是很清晰的地方，可以用蓝色去点一点啊，点一点。花青蘸点墨啊，上面这样的你看，哎，1片、2片，对吧？笔尖儿点一下，这里可以再加一组，是不是啊？多加几片出来。我们呢，咱们呀，就顺着这个小叶梗去长啊，这样就会比较漂亮。顺着小叶梗去长啊，不要乱长，乱长就不美了啊。好，下面这个地方也是一样，点小一点啊。你看叶子，你看必须是什么？你看像这样子去点也可以，对吧？叶子给它点的有大有小啊，会比较漂亮。你看，对吧？有大有小的叶子啊，会比较的美一点。持续添啊，持续添。但我们有时候可以调整一下叶子的用色啊，比如说我蘸的铜黄，加点花青就比较绿了，再蘸点胭脂啊，可以调整叶子的用色。你看它从这个地方可以点，直接弯过来出一个小尖儿，好，过来弯过来出一小尖儿，对吧？告诉大家这个叶子是什么？是遮挡在后边的啊，你看是不是这个叶子又出来了？上面这一块叶子啊，往旁边给它折一下。所以大家在画的过程中啊，这个叶子是一定要去认真看的，这些叶子的课。折一下啊，你看都是这种小叶子啊，点过来。比较小的叶子，你看这样呢，我们整一个作品啊就完成了，对吧？在花旁边加2个萼片，这样的是浓浓的啊绿色，浓浓的胭脂比较浓啊。在这个旁边，你看挑一下，哎，弯一下一个小萼片，对吧？弯一下，是不是啊？这样呢，画出来我们一幅比较简单的作品就完成了啊，比较简单的作品。毛笔清洗掉啊，毛笔清洗一下，蘸一点薄薄的这个水分，比较薄啊，比较薄。你看我向下面，你看我添几笔，可以你看啊，有些地方再多添一点啊，多添一点。好，这些地方都可以添一添，对吧？简单的添一添这个小碎叶，它会比较的好看啊，对吧？这样一整幅啊比较完整的小作品就完成了。之后等它微干的时候啊，我们去勾叶脉，因为卡纸呢它比较吸水啊，比较吸水，最好等微干的时候，咱们调的这个笔蘸胭脂多一点，加一点点的墨啊，墨加胭脂啊，给它混在一起，墨加胭脂混在一起，然后呢去添咱们这个小叶脉。简单勾勒一下就可以啊，不用过分的去纠结它的形，不用过分的纠结。叶子不多啊，叶子不多，简单的勾勒一下就行了，能看见或者看不见都行。这样呢，我们这一张作品就完成了。